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俄罗斯最近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近日，根据乌官方的消息，俄军似乎正在意图伪装成乌军成员，破坏白俄境内的战略设施。好家伙，这俄罗斯也太会了吧！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就在8月4号。包括路透社在内，多家媒体对外报道称，乌安全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宣称目前俄罗斯正在准备利用瓦格纳雇佣兵再制造一场假旗行动，也就是指通过使用其他组织的旗帜、制服等手段误导公众，以为该行为是由其他组织所执行的行动。根据乌官方透露出的信息，俄军正在意图伪装成乌克兰迫害分子，袭击白俄罗斯境内的战略设施莫泽尔炼油厂，目的呢就是为了将白俄拉入战争的泥潭。乌安全局表示，根据近期他们所获得的相关情报，表明已经有一支由俄军事人员和特勤人员组成的侦察破坏小组秘密潜入了白俄境内，并且伪装成了瓦格纳雇佣兵。在靠近莫泽尔炼油厂之后，他们会再假扮成乌克兰破坏分子，真的是一环套一环呐。此外，为了证实消息的真实性，乌安全局还援引了一名此前被乌军俘虏的俄军士兵的证词作为证据。该士兵曾参与了俄军在乌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最近呢以瓦格纳雇佣兵成员的身份移居到了白俄境内。同时，乌安全局还追踪并且恢复了该俄军的手机信息，发现了一系列已经被删除的相关信息。对于这件事情呢，乌安全局已经向外发出警告，告诫白俄军队不要参与到针对于乌克兰的战争，并且强调乌军将消灭每一个越境的入侵者。虽然说至今为止，俄罗斯和白俄政府还都尚未对此指控做出任何回应，但此事一经公布，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议论纷纷，同时呢，各大媒体也是纷纷报道了这件事儿。毕竟这次事件呢，涉及多个国家间的复杂关系，而现今俄乌战争的局势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如果真的再将白俄牵扯入内，局势将变得更加的严峻和不可预测。也正是因为如此，现今有关于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回应就非常重要。虽然此前他一再宣称白俄并没有参与到对乌克兰的入侵，并表示西方不应对白俄实施制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突袭基辅的俄军确实是从白俄境内出发的，而且战争期间呢，白俄也确实向俄军提供了重武器和弹药在内的军事支持。再加上最近瓦格纳进驻白俄，实在是让乌克兰放不下心，并且呢，在与白俄的边境附近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不仅如此，瓦格纳入驻之后也并没有安稳下来。就在7月29号，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还表示，白俄境内的100多名瓦格纳雇佣兵正在向苏瓦乌基走廊移动。基于瓦格纳的种种表现，使得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国也开始纷纷增兵至白俄边境，以防止瓦格纳制造麻烦。基于以上种种事件，目前乌政府及其西方支持者认为，白俄很可能已经遭到了严重渗透，不得不防备。至于这次俄罗斯为什么这样做，大兵猜测俄罗斯应该确实是希望白俄能加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因为这样一来呢，至少能吸引一部分乌军部队，从而减缓前线俄军的压力。毕竟从今年6月份以来，俄军一直处于非常被动的处境，近期呢更是变得愈发严重，急需进行一番调整。另外，在这次事件之后，似乎是为了警告俄罗斯别耍花样，俄境内呢又一处军工厂发生了爆炸。根据8月9号塔斯社的报道，当天位于莫斯科州郊区的扎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突然发生了罕见的巨大爆炸，损失极为惨重。根据当地民众介绍称，当时呢，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响，随后便看到了工厂上空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甚至一些居民家中的玻璃窗也被冲击波震碎。同时，还有一些现场照片显示，该厂大楼目前已经是伤痕累累，显然这场爆炸的影响不小。爆炸发生之后呢，迅速引起了俄当局的高度重视。短时间内，该地区就聚集了大量的消防和执法人员，就连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也亲自前往现场进行指挥。此外，还有照片显示，一些身穿军装、
腰挎手枪的俄调查人员也陆续抵达了现场附近进行调查。这些人呢，很可能来自俄军的紧急情况部门。而这次爆炸事件呢，之所以引起俄方的高度重视，大兵分析主要原因有2个。一方面，该厂位于谢尔盖耶夫镇，距离俄罗斯的中心莫斯科只有约50公里的路程，位置非常敏感。另一方面呢，则是因为该工厂虽然表面上是生产民用望远镜等设备，但真正的核心业务还是军用设备。在大兵查阅资料后发现，该工厂呢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军用夜视仪、望远镜等观瞄设备的生产商之一，同时也是俄军工联合体的成员。所以外界纷纷推测，这次爆炸很有可能是乌军的又一次后方袭击。另外还有资料显示，早在去年6月份，该厂就曾经发生过一起神秘火灾，起火原因至今都没能查明。而且在当时，外界广泛认为这可能是乌军渗透人员在俄后方的破坏行动的一部分。此外呢，在本次爆炸事件中，似乎还有现场照片显示，在爆炸现场附近出现了炮弹等爆炸物。不过除了这种观点之外，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次事件呢就是一场纯粹的意外，因为俄紧急情况部门向塔斯社表示，他们目前排除了爆炸是由乌军无人机或者炮弹袭击造成的可能性，并且表示这起爆炸呢似乎是在该厂房内部的一处锅炉房附近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些消息显示，由于此前该工厂将一部分厂房租给了当地一家公司用于储存烟火，其中一个烟火仓库正好位于爆心附近，所以很可能是烟花厂内部发生了一些安全事故，导致烟火仓库被点燃，殉爆之后牵连到了该军工厂。难道说又是烟头惹的祸吗？毕竟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内各地的工厂、商场、仓库、机场、军事基地都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意外事件，至今已经有数十起了。不过每一次爆炸呢，俄罗斯倒是很实诚，并没有指控是乌克兰干的，而是说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不止一次公开承认是烟头引起的。比如说有关于莫斯科号的沉没原因，最初呢就有说法是烟头导致。另外在2022年8月9号，克里米亚萨基市新费多罗夫卡机场的航空弹药储存区域发生了数起爆炸事件。对此呢，当时俄罗斯国防部就回应说，有人违反了消防安全规定引起了爆炸，直白的讲就是烟头引起的爆炸。在这之后呢，俄军控制的赫尔松地区也发生了爆炸，导致机场的机库和设备被炸毁，也是烟头惹的祸。对此，乌国防部当时还调侃道，俄罗斯的各个地方基本上随时可能着火，俄罗斯人不是在自燃放火，就是在吸引火源。但是不论真实原因如何，这次爆炸事件对于俄罗斯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毕竟该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5年的苏联光学机械厂，属于俄境内最古老的军工厂之一了，有着近100年的历史。期间曾受命制造过大量的军用、民用装备，比如苏联首款军用降落伞快脱装置、苏联奥运会射击队专用瞄具，以及1980年奥运会所使用的奥运火炬等等。再加上现今俄军许多瞄具、夜视仪和红外观瞄系统都是由该厂制造。随着这次爆炸事件，也就意味着俄军将在未来的短时间内无法补充这些器材，这对于正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俄军，特别是那些非常依赖夜视仪的俄特种部队来说极为难受。毕竟没了夜视仪和红外观瞄系统，他们就很难在夜间执行任务。另外，大兵还查到，根据2018年 BBC 的报道，该军工厂还曾经向俄国防部展示了最新的激光辐射探测系统。该项目的开发目的是为了执行俄海军的服役和作战任务。经过这次爆炸事件的影响，也不知道该项目又要延长到什么时候了。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国内不安稳的同时，俄军在前线也并不好过。在扎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爆炸事件的同一天，乌国家通讯社也对外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办公室战略通讯部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上午10点左右，乌军部队袭击了俄军在新卡霍夫卡的指挥所。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难道说又有什么重要人物阵亡了吗？
而除了指挥所覆灭之外呢，在大诺沃希尔卡区域，根据前线消息和视频判断，从9号下午开始，乌军继续在旧马约尔斯克南侧和东侧和乌洛然涅北侧向俄军阵地组织了新一轮的进攻。这轮进攻呢，出动了2台坦克掩护大约50名步兵，主攻方向是乌洛然涅北侧的俄军防线。在战斗中，乌军一度突破了俄军第1道防线，但遭到俄军炮火猛烈打击，随后俄军的反击又夺回了防线。而在普里尤特涅区域，双方以无人机投掷弹药为主要战斗方式。至于扎波罗热南线，在8号，乌军又恢复了对热列比斯基俄军阵地的进攻，但是出动的战斗人员并不多。从视频来看呢，只有1辆装甲车掩护了大约10名乌军士兵，但进攻被俄军所阻止，没有取得进展。同日，在博罗季涅区域，乌军在宽度大约7公里的战线上向多个俄军阵地发动进攻，俄军组织火炮打击了乌军进攻路线，期间俄军还出动了数架卡52直升机进行反击，却在博罗季涅西侧被乌军击落了1架。到了9号，乌军再次组织步兵编队向该区域的俄军阵地发起进攻。从前线反馈的消息来看，这轮进攻应该是以战术侦察为主，因为没有观察到乌军出动坦克和装甲车进行掩护，战斗结果基本没有变化，双方控制线和8号一样。紧接着，在巴赫穆特区域，8号乌军恢复了在北线的进攻。从战报来看，大约有4辆装甲车和2辆坦克沿着 M03 公路两侧进攻俄军阵地。别尔西夫卡和亚赫德涅区域的俄军防线也遭到了乌军的进攻。不过呢，乌军倒是暂停了对于南线克列谢耶夫卡的进攻行动，用于进行休整和补充弹药。只有在安德列夫卡区域观察到有小规模战斗。整体来看，北侧的乌军在休整了1周之后开始了新的进攻，而南侧呢，在战斗了1周之后进入了休整模式。到了9号，由于乌军在 M03 公路附近的进攻未能突破俄军防线，双方又进入了阵地战模式，继续使用火炮对轰。南线的乌军在休整2天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从战报来看，这一轮的进攻主攻方向呢是克列谢耶夫卡和安德烈夫卡，乌军明显加大了对俄军阵地的炮击。视频显示，乌军使用了集束炮弹，同时乌军开始炮击库尔久米夫卡的俄军阵地，并进行了试探性进攻，双方仍在激战中。然后呢，再来看库比扬斯克区域，根据双方最新战报及前线消息，俄军在库比扬斯克方向组织了一轮大规模的进攻。攻击方向呢，主要是在新基夫卡东侧的区域。根据大兵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俄军似乎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推进了大约500到1000米。目前，乌军已经组织预备队向这个方向阻止俄军进攻。好了，以上就是近期前线战况的具体变化了。总体来说呢，俄军的状况依然很不好，几乎全线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俄国内不时发生的爆炸事件，可谓是顾头不顾尾。那么对于以上事件，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